利克迪亚斯集成 R 魂 Anime 系列 Z 高达线最先进的技术，拥有还原的造型和优秀的可动设计，现货价400元左右。利克迪亚斯原型机应该是继承了卡魂系列一贯的遗憾可动和影响把玩的涂装，预定价1150元，现货价竟然还涨了200块，没有合金，没有合金，没有合金。你说这样的东西到底都谁买呀？买了都得肉疼好几天。好在现在春季大促，天降福利，拼多多这波真是下血本了，联合了众多模型品牌做补贴，9块9就可以拿下我手里的这个卡魂利克迪亚斯。平时实体店或者官网买要1300块，现在动动手指无痛拿下。另外像利克迪亚斯、利克大魔等人气机体都可以在这个专场秒杀到。胶圈都知道，买胶必去拼多多，正品低价有保障，有福利一起领。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粉丝福利优先抢名额，放在视频下方的链接里了。库存实时更新，只要下方的链接还在，就是还有库存。在我的专属链接里点进去，还能领取专享的大额优惠券，全场通用，想买什么魔丸都可以。兄弟们还不赶紧冲冲冲！好了，回归正题啊，来开箱看看这货到底凭什么？补款日都已经过了，还能被炒高200块。那么打开包装可以看到，东西塞的还算是挺满的，也不像之前的其他一些卡魂一样，把本体和零件拆开放来凑数，还算是对得起价格。不过配件里最大的体积是这个祖传的白底地胎，毕竟也只有卡魂有这个规格嘛。不管普通的塑料魂还是铁魂，用的支架都是 MB 的同款。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拿出本体来仔细的观赏一下这个1300块的玩具到底是个什么水平。那乍一看的话还是挺唬人的哈，尤其是放大来扫一下全身上下，这个细节涂装和遗影确实是非常的哇塞。虽然免不了代割成品的各种划痕和异色的毛病，但实话说啊，威尔卡的产品是在成品系列里面的品控算是非常不错的了。大的涂装问题呢基本上是找不到的，这个米白色的低饱和度外甲发色也是非常漂亮的。就这么看的话，说是1300的代工，虽然有点小贵啊，但也算是合理的。说到外甲呢，以前在评测 Anime 线的利克迪亚斯的时候我就说过，本机由于搭载了高达尼姆合金伽马，曾经导致高层一度想将其命名为伽马高达，当时的评论区喷得很激烈啊。其实这个说法不严谨，因为这段小插曲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这台原型利克迪亚斯。UC0085年左右，奥古正在推进对抗提坦斯的次世代 MS 的开发，这个任务也落到了当时被边缘化的 A1 社身上。原本 A1 社就拥有 GP 系列的开发技术，同时又从联邦那儿偷到了初期型的可动框架的技术，现在就差一个契机了。而恰巧此时从阿克西斯跑路的夏亚带着高达尼姆合金伽马的技术加入了奥古，接下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一拍即合。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夏亚跑路的时候是开了一台最新锐的 MS09SS 多瓦兹改，而原型利克迪亚斯便脱胎于该机。在加入了 GP 系列，准确一点说是 GP02 的一些数据以及伽马合金以后，原型机就诞生了。这也是为什么该机有明显的疾风系机体的特征，尤其是类似大魔的胸腰和小腿，毕竟和多瓦兹是一脉相承的嘛。本机的开发思路也是类似的，背部有多个大型的喷口，并且背包是可以这样翻起一段调整方向的，小腿甲处也有大型的推进喷口，以及全身各处都有姿态治愈的喷口，可以看出本机有着超高的宇宙机动性和推进力，配合上伽马合金的轻量化，也进一步提升了本机的性能。另外也是在本机上，阿纳海姆创新的加入了这个 Random Binder 可动翼片，原理就是咱们一直说的 M-Back 机动，通过增加机体末端的结构摆动，使得机体能通过惯性力来做机动。不过作为初代的 Binder， 这个翼片相比本体其实很小，而且上下转动的幅度是有限的。可以看到翼片上还增加了喷口来做辅助，而且为了增加喷口的多样性，这里还给了一段可以翻起的垂直尾喷，并且玩具这里是通过球冠来连接的，这里是可以这样向内摆动的，但是活动范围并不大。所以相比于量产型的利克迪亚斯的 Binder， 这个翼片我觉得更大的作用是这样拿在手上当投掷道具，或者是当盾牌。没错，这两片是可以这样拆下来的，然后把肩甲的盖板也卸下来，然后就可以直接挂到肩上当肩盾了。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样的造型其实会更帅一点呢？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另外，其实本机还有一些趣味的知识点，比如其反应炉用的是联邦的，功率1790千瓦，和3年前的 GP01 不相上下。多亏了伽马合金将整机重量压到了40吨出头，推重比才得以提升。另外，该机的第一代开发者永野博士曾提桶跑路失踪，项目也一度停滞。漫画中还好同样阿克西斯跑路而来的本乡景临阵挂帅，配合上库瓦托洛大卫优秀的试飞技术，这才把开发带入了正轨。而作为一台拥有如此多疾风元素的机体，编号却是很离谱的 RX-098， 你就说这个代号它有没有点说法吧？武装方面，虽然从利克迪亚斯的视角倒过来看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毕竟作为他的父亲，从开发之初，这些武装就是为原型机专门设计的。首先就是这两把光束手枪了，这里和利克迪亚斯就是同款的装备，虽然功率不高，但打爆一台 MS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枪把可以收起，委托也有拉伸的结构，同时也是早期的 E-Pack 功能的武器，弹夹是可以拆卸的。而连接支架方面是我非常讨厌的 C 型扣，而且是没有锁止的这一种啊，卡的并不牢固。不过基座的前后都是可以挂载的。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样挂的造型，也可以拆掉连接杆，然后抠出枪尾部的挂钩，也是可以像这样去搭载上去的。接着就是利克迪亚斯同款的头部55毫米密集火神炮了。其实最早的原型机设定里啊，好像并没有这个系统，但是既然卡叔给做了，那就默认是有的。只不过这样的展开呢，还是挺怪异的，因为量产版的驾驶舱确实是在头部，所以相当于是个近防炮塔，但原型机的驾驶舱在哪儿是不确定的。可以看到头部的两侧虽然也有像量产机一样的圆形的结构，但是胸部还有一个非常集中系的类似舱门的结构，而且量产机采用了和大模一样的头和胸集成在一起的设计，所以空间是充裕的。但原型机这里明显是有脖子的，头部除了一个独眼的主摄像以外，头顶还有一个辅助的摄像，这么多东西能塞到一个脑袋里吗？接着再来看到这个细节啊，手指的关节的多功能发射器，可能 Anime 上的这个还原机构好评如潮，那这里自然也是不能落下的。其实这个机构在0087年已经非常成熟了，基本新时代的 MS 都有，除了对人的小武器，伪装气球才是其真正的主力用途。那这个专用的发射手其实是给了一对的，剩下的是一对开掌手、一对握拳手、一对空心握持手、一对握枪手，以及一对这种半开掌的握持手用来握翼片的。而这个空心握持手给的孔也是很大的，这是因为本机的光束键也是这种大功率的款式，基座做了这样的前后两轴的转动，机体使用时可以像这样从肩部拔出啊。其实这个键这样转过来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眼熟啊，这不就是 ZZ 的那把剑吗？这样转到前方也是能当光束炮使吗？有设定说开发团队当时正在进行这种尝试，但我觉得这个武装实在是有点超前了，尤其考虑到机体的出力啊。设定中说这剑的威力是普通光剑的3倍，能达到战舰的光束级，这不直接把动力炉给榨干了。所以来到量产机时，这个设定自然也就没有了。玩具里给的筷子也是这种很粗的样式。当然我是很不喜欢这种筷子键的，但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细节啊，这两个特效是不一样的。一个的弧度是正常的圆，而另一个的上面是平的，下面有弧度。但这种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的细节，实在没什么意义啊。那最后的武装呢，就是这把粘土火箭筒了。那这把筒子也是和量产型的一样，后端是可以像这样拉伸一段出来的，握把也是有收纳的机构，当然也能像光束手枪一样挂载到背包上。名字叫粘土火箭筒，但实际上是可以发射普通火箭弹的，火力并不输常规的筒子。该武装是兹马德公司对火箭筒小型化后的得意之作。只不过奥古使用时采用的是粘土榴弹，打出去以后会扩散附着在敌机身上，主要起到瘫痪敌机并俘获的目的，而并非是击破，所以看起来效果很差。不过在设定中，这台原型机使用的却是另一把更正式的武器，就是这把视作型粘土火箭筒。这里其实很矛盾啊，首先这个火箭筒同时有视作型和量产型就很矛盾，同时如果粘土筒子的开发目标是小型化，那这个视作型可真是大的离谱了。更不用说这把筒子也可以像这样展开变得更长，而这筒子身上的各种细节也标志着这把武器可一点也不简单，就只是为了发射粘土榴弹吗？卡叔估计也觉得很矛盾啊，所以在说明书上标的是专用粘土火箭筒。好吧，这些混乱的设定我也就汇总在这给大家图一乐了。这火箭筒够大够帅，细节够多，拍出来够霸气，这就完事了。玩胶玩的就是这个嘛，你甚至可以这样双持，帅气突进啊。另外这把筒子当然是支持弹夹的替换的，可以拆卸这个弹夹。另外筒子的侧面还能再挂备用的弹夹，如果只挂2个的话，这样左右插上去就可以了。如果想挂的更多，那就需要这个绑扣，把2个弹夹扣在一起，然后再挂到侧面来。好的，那么武装的部分也全部介绍完毕了。这台机体的设定真的是不多，像一些出现在漫画或者小说中的内容，也不敢确认其为正史。毕竟这是后人根据利克迪亚斯的形象反向回去的再设计，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矛盾的。我们不要过多的纠结。但模型这里呢，至少1300的价格，你是能买到该机的武装大全套的，一个也没少。我该说是良心呢，还是该庆幸卡叔没给我偷一点呢？虽然造型配件啥的都算不错，但作为 Robot 魂的灵魂之一，可动就真的非常拉垮了。这里带大家来细品一下，这个脖子是有隐藏关节的，可以看到抬头能拉伸出脖子，能抬头大概30度左右，脖子处也有内部的动力管细节。不过低头就很可惜了，几乎是没有幅度的，最多15度吧。左右的歪头因为根部是球冠的关系，也可以像低头一样有大概15度左右的活动范围。不过左右的转头干涉就很大了，最多也就是45度。而且虽然是独眼的机构啊，但是眼睛是不可动的。肩部很难得的做了一段拉伸的关节啊，可以像这样前伸45度左右。不过这个机构实在是有点丑啊。如果是向后摆的话，这里就是做死的，完全没有幅度了。
肩胛是有一段独立的上抬空间的，外部的肩胛也是可以打开的。大臂根部本来就有一段上抬的空间，而避让了肩胛的干涉以后，大臂的平抬也能达到120度左右的大幅度，360度的垂直大风车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臂的上段也集成了一个360度的平转关节，不过来到这个曲肘的话就很残念了，只有90度。是的，你不管怎么上抬都只有90度。这里可以看到啊，这个肘部非常漂亮的动力管细节，曲肘的时候会把它包进去，但是大臂的上段却完全没有给干涉的避让。腕部就是一个简单的球关关节，可动很局限。腰部的可动也很局限，前后也就是大概30度左右，而且主要都是后仰的幅度，前倾的话会受到这个胸甲的干涉。由于这个腰部就是一个大球关啊，所以这个左右的侧摆幅度也是大概15度左右。就这个造型来说的话，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不过这个转腰我就要狠狠批评一下了，左右转最多是60度左右，这个干涉实在是太狠了。前裙甲能做大概75度左右的上抬，侧裙甲只有一点点的可动幅度，并且前后也是不可转动的。后裙甲则是完全固定死的不可动。那这样的裙甲必须配一个这样经典款式的下拉前伸关节，否则腿部的可动就变成完全的残废了。那么把下拉关节完全拉出来之后，腿部的前踢能达到标准的90度，这个后踢的幅度也是大概30度吧。这个后裙甲干涉太严重了，侧踢倒是能接近75度，不过这里还是会顶到这个侧裙甲。另外大腿的根部并没有配置平转的关节，所以只能借助根部的球关像这样左右转动30度。最后来到屈膝毫无意外的是肯定就是90度。卡魂玩多了的兄弟大概都知道是这么一个套路。看到这个小腿甲的造型，我就已经大概猜到结局了。最后来到脚踝，看似这里增加了一段幅度非常可观的拉伸关节，但真正对可动起到作用的也只有这一段前后抬30度左右的可动范围。左右转倒是给了一定的转动角度，不过这个接地就没眼看了。向内的接地这里有30度吗？这个向外的接地更是基本上等于没有吧。另外这个脚掌看似很大，好像有多段关节一样，但是其实整个脚掌是完全一体的，完全没有什么可动。那么这么一圈看下来，是不是让你觉得这钱花的真不值呢？没办法，卡叔的东西似乎从来都是可动是附属品，造型才是关键。像卡 Z 那样的东西实属是灵光乍现了，但如此冷门到都炒涨价的产品，你要真想要还真就没什么别的选择。其实据说一开始这东西是 M2 魂的规格，结果被戴哥给砍掉了。肘营复活赛之后变成了常规的 Robo 的魂，毕竟这东西没什么热度嘛，能赚多少钱你戴比谁都精啊！更别说这东西基本属于全新的开模，不是那种简简单单修改一下就能弄出来的。对于冷门机爱好者来说，能出都算幸运的了。有时候真想感叹一下，当胶老真的是太难了。就这种东西，你跪在 KO 场面前求，人家也不会给你出的。但总有像我这样的刺头胶老想要，所以只能接受万代的调教了。好了，那么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看在详细评测的份上，求大伙投2个币回血吧，拜托各位啦。那么我们下期再见。